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人能彻底跳出生死的棋盘，再也不用回来受苦了吗？我们身边的大多数人都在一条看不见的传送带上被推着走，吃尽了生活的苦，还清了儿女的债，总以为等哪天两眼一闭，一切就结束了，解脱了。但真相是，绝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自己一直被锁在一扇名为轮回的旋转门里，不断的出去回来，重复受伤。给我30分钟，我会带你找到那扇门的出口。这段内容没有深色的说教，只有4个能立刻落实在柴米油盐里的微小行动。只要耐心看到最后，你会彻底找回内心的平静，明白如何在这个喧嚣的人间过上真正自由，不再被情绪绑架的余生。为了让你明白这扇门到底在哪里，我想先跟你分享一个故事。我认识一位55岁的大哥，我们叫他老林。上个月，他终于缴完了整整30年的房贷，孩子也大学毕业，到外地去工作了。按理说苦尽甘来，他总算可以松一口气了，对吧？但前几天他跟我说了一件事，让我心头一震。他说，现在每天下班，他把车开进社区的地下停车场，停好车，熄了火，却不想下车，他就一个人在黑暗的车厢里静静地呆坐10分钟，不听广播，不滑手机，就是发呆。我问他，你在想什么？老林苦笑了一声，说，你说奇怪不奇怪？我忙了大半辈子，拼命赚钱养家，好像就是为了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一个人坐在黑暗的车库里，不知道下一步该去哪里。老林的生活其实非常规律，简直就像一个精密设定的时钟。每天清晨6点半，他会准时到社区附近的公园去甩手、打太极。在那些绿树底下，有一群跟他年纪相仿的邻居，大家见面寒暄，聊的无非是哪家传统市场的猪肉今天又涨价了，或是谁拿健保卡去看了哪个有名的骨科医生，排队排了整整2个钟头。老林总是笑着点头附和，但不知为何，他总觉得这种日复一日的谈话里透着一股深深的疲惫。回到家，老林习惯性地打开手机，点开家族的通讯软体群组，里面每天都塞满了各种色彩鲜艳的早安图，认同请分享的养生文章，还有亲戚长辈们传来的各种似是而非的保健偏方。他有时也会跟着转发，仿佛这样就能证明自己还在关心大家，还有用，还没有被社会边缘化。可是当他关掉荧幕，那种熟悉的空虚感又会像潮水一样涌上来。佛法里讲8苦，其中有一种叫求不得苦，还有一种叫五蕴炽盛苦。老林不缺吃穿，但他心里那团名叫存在感的火却一直在无声的燃烧。他总觉得自己还需要做点什么，还需要被家人依赖，否则他这个人就像是被时代淘汰的废纸。这种无形的焦虑其实就是佛法说的我执，死死抓着一个虚幻的自我形象不放，因为抓得太紧，所以才会觉得闷，觉得透不过气。这不是他个人的问题，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时代宿命。我们从小被教育要努力，要拼搏，要成为家庭的支柱，却从来没有人教过我们，当柱子不再需要撑起屋顶的时候，我们该如何面对自己内心的旷野？我相信看到这里的你一定有过类似的瞬间，也许不是在车库，而是在凌晨3点突然醒来的床上，枕边有呼吸声，或者没有。你睁着眼睛，脑子里像放幻灯片一样闪过大半辈子的画面。年轻的时候拼命赚钱，觉得只要多赚一点，日子就能好起来。中年的时候拼命操心，觉得只要把孩子安顿好了，自己就能歇一歇。到了现在，钱算是有一点了，
孩子也大了，身体却像一台跑了30万公里的老爷车，零件开始一个接一个的响警报，椎间盘、血糖、血压，每一次体检都像在拆一颗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炸的定时炸弹。你突然发现，上半辈子所有的努力，好像就是为了换来下半辈子。一个人面对衰老时的那种无力感，这种感觉你跟谁说？跟先生或太太说，对方嫌你无病呻吟，吃饱太闲。多少人想活到你这岁数还活不到呢？跟孩子说，他们忙得连电话都没空接，好不容易接了，聊不了3分钟就一句，妈，我这儿开会呢，晚点再打。晚点是多晚呢？可能3天，可能1周，也可能你等到自己都忘了在等什么。于是你学会了一种自我安慰，算了，人这一辈子不就这么回事吗？等哪天我走了，两眼一闭，就什么都不用操心了。这句话你可能说过，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可能也说过，大家说的时候语气很淡，像在讨论明天吃什么一样随便。但你有没有认真想过，死亡真的是什么都不用操心的终点吗？如果是，那为什么2500年来，从释迦牟尼到六祖慧能，从老子到庄子，这些人类历史上最顶级的大脑，要花毕生的精力去研究生死这件事？如果死亡真是一了百了，他们何必费那个劲？答案只有一个，他们看到了普通人看不到的东西。他们看到的是，大多数人以为自己在过日子，其实是在一条看不见的传送带上被推着走，从出生推到死亡，从死亡推到下一次出生，周而复始，永不停歇。你累不累？累。你苦不苦？苦。但你有没有停下来，哪怕1秒钟，问自己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这条传送带到底是谁在操控？它有没有一个出口？有。那些彻底停止投胎的灵魂，就是找到了那个出口的人。但在我告诉你出口在哪之前，你必须先搞清楚一件事，这条传送带到底是怎么运转的，否则就算出口摆在你面前，你也认不出来。我们刚刚说到，人生的这条传送带到底有没有一个出口？要找到出口，你得先知道到底是谁在操控这一切。你仔细回想一下，不管你信不信轮回，有一个现象你绝对否认不了，人这一辈子很多事情似乎都在自动重复。你小时候发誓，长大后绝对不要像你妈妈那样唠叨，结果你现在对自己孩子说的话，跟你妈妈当年说的一模一样。你年轻时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过跟父母不一样的人生，结果兜兜转转，你走的还是他们的老路。你谈了一段感情，受了伤，分了手，发誓下一次绝对不犯同样的错，结果到了下一段关系里，你犯的错连剧本都没换一个字。这不是巧合，佛法把这种自动重复的力量叫做业力。但我今天不想用艰涩的佛学术语把你绕晕，我给你打一个更容易理解的比方，你的人生就像一台老旧的黑胶唱片机，你以为自己每天都在经历新的一天，但其实你只是在播放一张刻满刮痕的旧唱片。那些刮痕是什么？是你的习惯，你的恐惧，你的贪念，你对亲情的执着，你对面子的在乎，还有你心底那种不能比别人差的焦虑。这些东西加在一起，佛法给了它一个名字，叫做无明。无明2个字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你对真实的自己一无所知。你活了大半辈子，以为那个会生气、会攀比、会恐惧、会焦虑的人就是你，但事实上那不是你，那只是一道一道的刮痕。只要唱针走到那道刮痕，唱片就会跳针。只要遇到特定的情境、特定的痛点，
你就会不受控制的爆发、受伤、重蹈覆辙。这套跳针的程式太强大了，强大到你完全意识不到它的存在。你以为死亡能把这台唱片机砸烂？不能，死亡只是把唱片机的电源暂时关掉，下次通电的时候，那张唱片原封不动的还在里面，该在哪里跳针就在哪里跳针。这就是轮回的真正含义。没有什么判官在审判你，也没有什么鬼神把你抓去投胎，是你自己内心那套跳针系统从来没有被修复过。它会驱动你的意识，在肉身消亡之后，自动寻找下一个载体，继续播放。佛经里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公案故事。从前有一个非常富有的商人，他一生极度贪婪，把毕生赚来的金币全部埋在自家后院的一棵大树下。他临死前连先生太太和孩子都不看一眼，心心念念的全是那些金币。他死后，因为这股强大的执念，他投胎成了一只盲眼的狗。这只盲狗哪里都不去，每天就趴在那棵大树下，风吹日晒，甚至被这家人的后代用棍子驱赶、毒打，他还是死死守在那里，发出凄厉的哀嚎，半步都不肯离开。为什么？因为他的心里还守着那堆金币。我们听到这个故事，可能会笑这只狗傻，但你转头看看我们自己，看看你身边的人，我们现代人谁的心里没有守着一堆金币？你这辈子放不下的怨气，来世会变成莫名其妙的暴脾气；你这辈子拼命攒钱的焦虑，来世会变成从小就有的匮乏感；你这辈子对孩子过度的控制欲，来世可能会变成一段让人窒息的亲密关系。只不过角色换了，你变成了那个被死死控制住的人。你既是那个被困住的囚犯，又是那座监狱，还是那个亲手锁上牢门的狱卒。听到这里，你可能已经有点慌了。你会问，那怎么办？难道这辈子的苦都白吃了？难道我们就只能像那只盲狗一样，永远守着执念挨打？别怕，还记得我前面说的吗？确实有人从这个循环里彻底走出来了。他们找到了修复那张跳针唱片的方法，这个方法不在庙里，不在经书上，也不在任何大师的嘴里，它就在你身上，而且它一直都在你身上，只不过你从来没有低头看过。接下来我会告诉你那些真正停止投胎的觉醒者到底去了哪里，他们又做了什么不一样的事。这是整篇内容里最关键的问题，也是最容易被误解的答案。我先问你一个事，你心目中的天堂或者极乐世界长什么样子？你可以闭上眼睛想一想，大部分人脑海里浮现的画面应该都差不多，到处都是金光闪闪的宫殿，莲花池碧波荡漾，仙乐飘飘，每个人都穿着飘逸的长袍，面带微笑，永远没有烦恼，对不对？好，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个可能让你有点失望，但细想之后会让你浑身一震的真相。如果解脱之后去的地方还有宫殿，还有黄金，还有让你心生向往的美景，那它就不是真正的解脱。因为宫殿让你贪恋，黄金让你执着，美景让你留恋。只要还有一样东西能让你的心升起哪怕一丝好想拥有的念头，你就还在被欲望牵着走。你只是换了一个高级一点的笼子，但你还是笼子里的鸟。六祖慧能在千百年前说过一句石破天惊的话：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近代高僧弘一法师在临终前也只留下了悲心交集4个字，没有对任何身外之物，甚至所谓的西方净土有一丝一毫的攀求。你有没有真正停下来想一想，
他们到底在说什么？他们在说，终极的归处不是一个地方，不是东方，不是西方，不是天上，不是地下，它没有坐标，没有形状，没有颜色，没有温度。你可能会说，那不就是什么都没有吗？那跟死了有什么区别？不，这里面有一个极其微妙，但一旦领悟，就会让你整个人通透的差别。什么都没有和不执着于任何东西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我给你打一个比方，你家里有一个鱼缸，鱼缸里养了一条金鱼，那条金鱼从出生那天起，就在鱼缸里游来游去。对它来说，鱼缸就是整个世界。它知道哪个角落有食物，哪块玻璃有裂纹，哪个时间段主人会来换水。它以为自己很了解这个世界，但如果有一天你把它放回大海呢？那一瞬间，它不再是李家客厅鱼缸里的那条金鱼，它不再受四面玻璃的限制，它面前是无边无际的海洋，没有尽头，没有围墙，没有天花板。那些真正跳出轮回的灵魂，经历的就是这个过程。他们不是去了某个地方，他们是从一滴被困在玻璃杯里的水，回归成了大海本身。佛学把这种状态叫做涅槃。请注意，涅槃这个词被严重误解了。很多人以为涅槃就是死了，或者灰飞烟灭了，完全不是。涅槃的原意是熄灭，不是生命熄灭了，而是那些驱动你在轮回里跑来跑去，让你的唱片不断跳帧的燃料熄灭了。什么燃料？贪婪、愤怒、无知、恐惧、执着，这些你每天都在往心里添的柴火。柴火烧光了，火自然就灭了。火灭了，不是什么都没了，而是烟雾散尽之后，你终于看清了那片一直都在，却被浓烟遮住的晴空。在涅槃的状态里，你不再是某个人的父亲或母亲，不是因为你不爱他们了，而是你的爱不再是一条拴着双方的锁链。你不再是退休主管、家庭主妇或者某某的先生太太，不是因为这些身份消失了，而是你不再需要任何标签来证明自己存在。你不再害怕失去任何东西，因为你终于明白，那个真正的你从来不是那些东西。这不是冷漠，这是终极的慈悲。因为只有从梦里醒来的人，才有能力帮还在梦里挣扎的人指出你在做梦。好，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说，听起来是挺好，但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就是个市井小民，我又不是佛陀，我怎么可能做到？这就是接下来要说的最重要的部分。你不需要成为佛陀，你只需要学会做一件事，在你平凡的日常生活里找到那个跳帧唱片机的暂停键，然后一次一次又一次地按下它。按得多了，系统就开始松动。松动到一定程度，你会发现人生的方向盘不知不觉回到了自己手里。接下来要交给你的2把钥匙，不是让你出家修行，不是让你烧香拜佛，甚至不需要你多花1分钱，它们就藏在你每天切菜、扫地、跟家人拌嘴的日常缝隙里。我们刚刚说了这么多，你一定会问，那我到底该怎么做？接下来要交给你的2把钥匙非常简单，它们不需要你出家，不需要你打坐，它们就藏在你每天的柴米油盐里。第1把钥匙，学会看火，而不是灭火。我们先来考一道生活里最常见的考题。周末，儿子带着媳妇和孙子回家吃饭，你忙了整整1个上午，在厨房里忙进忙出，煮了一桌子好菜。结果媳妇一进门，往沙发上一坐，连看都没看桌上一眼，直接拿出手机开始滑。吃饭的时候，也是一边扒饭一边盯着荧幕。
你端着最后一盘菜从厨房走出来，看着这一幕，心里那把火轰的一声就烧起来了。让我们把镜头再拉近一点，看看这顿周末的团圆饭，你到底付出了多少心思？你其实从礼拜四就开始操心了，特地起了个大早，跑到传统的早市，跟熟识的鱼贩老板千叮咛万嘱咐，留了最肥美的虱目鱼和蛤蜊。你还炖了一锅要熬上好几个小时的卤肉，满心期待着孙子吃得满嘴是油的可爱模样。在佛学看来，这锅卤肉里熬煮的不仅仅是酱油和冰糖，还熬进了你满满的期待。佛陀说，凡有期待，必生烦恼，因为期待意味着你预设了一个结果，你预设了他们会惊喜，预设了他们会感恩，预设了这顿饭会像电视广告里演的那样其乐融融。但现实是什么？现实是媳妇每天挤捷运通勤，在公司被主管盯了一整周，身心俱疲。好不容易到了周末，她只想在沙发上瘫着，看看几段短影音，放松一下紧绷的脑神经。儿子也是，一坐下来手机就一直震动，赶着回公司的讯息，连饭都没顾得上吃几口。当你的期待和现实的无常狠狠撞击在一起时，那股委屈和怒火就产生了。你以为你在生媳妇的气，其实你是被自己亲手种下的执念反噬了。佛法常说缘起缘灭，大家能聚在同一张餐桌上，这是一份善缘。但如果我们用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的索取心去对待这份缘，善缘就会瞬间变成结怨的修罗场。真正的慈悲是看到他们那一周的疲惫，也是看穿自己渴望被认可的执念，然后轻轻放下。可是以前的你大概还没想透这一点。面对这种状况，通常会有两种反应。第一种，当场爆发，甩脸色，一顿数落，最后一段好好的团圆饭变成了一场灾难。第二种，硬生生忍下来，什么都不说，但心里委屈得要命，晚上躺在床上越想越气，血压直接飙高。在觉醒者的眼里，这两种反应其实是同一种错误。你被那团火控制住了，爆发是被它烧到了外面，压抑是被它烧到了里面。不管烧到哪里，最终受伤的都是你自己。每一次这样剧烈的情绪起伏，都在加深你心里那张唱片的刮痕。那该怎么办？很简单，你不灭火，你看着火。怒气升起来的那一秒钟，你不要去指责媳妇，也不要去压抑自己，你把注意力从他做了什么转移到我的身体里正在发生什么。你感受一下自己急促的呼吸，感受一下绷紧的肩膀，感受胸口那股热浪。你就像一个站在河岸上看洪水的人，水在翻涌，但你不跳进去，你不去想他凭什么这样对我，你也不去想我怎么这么委屈，你什么都不想，你只是静静地看着这团情绪，然后一个奇迹会发生。哈佛大学的脑神经科学家曾经提出一个著名的90秒情绪法则。他们发现，任何一种情绪的化学反应，在我们体内的自然寿命只有90秒。超过90秒你还在生气，那全是你的念头在不断地给这团火添柴。你只要不添柴，静静地看着它，90秒后，这团火自己就会熄灭。这就是佛家常说的观心。没有怒气，没有委屈，你就站在了情绪的岸上。你刚刚在厨房里完成了一次真正的修行。第二把钥匙，把绑架式的爱换成不求回报的路过。这把钥匙是所有钥匙里面最痛的一把，因为它要动的是我们华人最放不下的亲情。我们常说自己很爱孩子，但你仔细检查一下，这份爱里面到底有多少是纯粹的爱，
又有多少是恐惧和控制？他不听你的话，你焦虑；他太久没打电话回来，你胡思乱想；他找的对象你不满意，你寝食难安。你把自己的情绪、安全感，甚至是人生的价值，全部绑在另一个独立的生命身上。你以为这是无私的付出，但底层逻辑其实是你必须按照我期望的方式活着，我才能安心佛法。把这种用爱编织的枷锁叫做爱缚。近代著名的高僧弘一法师，在他还是李叔同时，是一位才华洋溢、重情重义的人，但他最终选择了放下世俗的牵绊，剃度出家。很多人不理解，觉得他抛家弃子，太无情了。但其实他不是无情，他是把狭隘的、充满占有欲的小爱转化成了没有枷锁的大爱。觉醒的父母会怎么做？当孩子决定离家打拼，或者走上一条你不认同的路时，你在心里对自己说，他有他的路要走，他有他的功课要做，我只是他生命旅途中一个温暖的驿站。旅客来了，你备好茶饭；旅客走了，你挥手目送。你绝对不会拉着他的行李箱说，你不能走，你走了我没法活。孩子几天没打电话，没关系，你泡壶茶，翻本书，日子照样过得安稳。孩子遇到挫折了，你温和地听他说，递上一杯热水，但不把他的失败变成你自己的崩溃。当你的爱不再附带恐惧和条件，当你终于能够温柔地目送，而不去苦苦追赶，那一刻，这条拴了你大半辈子的绳子就彻底松开了。我们刚刚解开了情绪和亲情的枷锁，现在我们要面对自己了。第3把钥匙，撕掉身上所有的标签，找回那个没有名字的自己。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现在有人让你用一句话介绍自己，你会怎么说？你大概会说，我是老李，以前是工厂科长，现在退休了。或者我姓张，有一个儿子在台北，女儿嫁到了台中。你发现没有，你介绍自己的方式全是标签，职称是标签，谁的父母是标签，退休人员也是标签。这些标签陪伴了你几十年，你穿着它们去参加同学聚会，穿着它们逢年过节拜访亲戚，久而久之，你把这些标签当成了自己的皮肤。你觉得扒掉它们，你就什么都不是了。但残酷的现实是，岁月正在把这些标签一件一件地从你身上扯下来。退休了，主管的光环没了，孩子成家了，被需要的父母，这个角色淡了，身体不行了，连能干活的人，这张牌也快打完了。每扯掉一张标签，你就慌一次。你以为你怕的是孤独，其实你怕的是没有人再需要你来证明你存在的价值。金刚经里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句话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你这辈子辛辛苦苦经营的所有外在身份，都是借来穿的戏服，戏唱完了，戏服是要还回去的。但你不是戏服，你是那个穿戏服的人。过年了，亲戚围坐在一起，有人炫耀儿子升官，有人爱现换了新车。以前的你听到别人过得比你好，心里会像被针扎了一下，听到别人过得不如你，又忍不住有一丝隐秘的得意。但掌握了第3把钥匙的你，坐在那张饭桌前，感受完全不同。你听着别人炫耀，就像听风吹过窗户，因为你心底真正明白了一件事，别人的夸赞像风吹过旷野，不着痕迹；别人的贬损像雨落入大海，掀不起浪。你不再需要任何人、任何事来告诉你你是谁。第4把钥匙，不是对抗衰老，而是跟这副皮囊好好告别。
最后一把钥匙，关于你最不愿意面对的那件事，身体正在老去。早晨起床，腰会痛，看手机字越来越模糊，体检报告上的红字越来越多。面对这些信号，大部分人的反应是拼命对抗，买各种保健食品，稍微有点不舒服就上网查症状，越查越害怕。因为在我们的认知里，身体衰退意味着失控，意味着成为负担。再说得更透彻一点，你有没有发现，到了我们这个年纪，老朋友的聚餐话题已经慢慢从早年的买房买车、投资理财，变成了一场无奈的病例交流会。老张说他的膝盖滑膜炎又犯了，老李抱怨昨天晚上又失眠到了凌晨4点。大家一边交流着吃哪种保健品最有效，哪家诊所的复健科医生最细心，一边在心底暗暗升起一种对于时间流逝的恐惧感。这在佛法里被称为成、住、坏、空的自然法则。世界上的每一件物品，大到宇宙星辰，小到我们这副肉身，都逃不过这4个阶段。身体进入坏的阶段，就像秋天的树叶必定会变黄掉落一样，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其实是被社会制造的抗衰老焦虑给绑架了。电视上每天播着那些气色红润、健步如飞的同龄人广告，似乎在暗示你，只要你愿意花钱，只要你够努力，你就能留住青春。但这种逆天而行的执着，恰恰是痛苦的根源。试想一下，如果一棵树在秋天拒绝落叶，它不仅无法留住旧的叶子，还会消耗掉过冬的养分。我们对于这副皮囊的过度关注也是一样。当你每天拿着放大镜检视脸上的每一条皱纹，为了白头发多冒出几根而长吁短叹时，你的心量就被压缩到了极点。佛法告诉我们，真正的修行不是把白头发念成黑头发，也不是把生病的身体修成金刚不坏之身。真正的修行是当第一根白发长出来的时候，你能在心里平静地说一句：哦，秋天到了，原来秋天的风景也挺宁静的。当你能够坦然接受无常作为生命的常态，不去抗拒它，不去试图扭转它，你身上那种因为恐惧而产生的紧绷感就会瞬间消散。这种消散就是一种日常里的小小涅槃。所以我要给你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这副身体从来不是你，它是你这个灵魂在这个星球上暂住的一间旅店。你20岁的时候，这间旅店崭新明亮；你60岁的时候，屋顶偶尔漏雨，水管开始生锈。这太正常了，哪有旅店住几十年不需要维修的？但你要记住，旅店老了，住客没有老。弘一法师在圆寂之前写下了悲心交集4个字，悲是对人世间苦难的慈悲，心是灵魂即将褪去这身沉重的皮囊，迎来终极解脱的欢心。它没有恐惧，只有无尽的从容。所以下次早晨醒来，发现身体又多了一个小毛病时，你可以在心里对自己的身体温柔地说一声：谢谢你，谢谢这双腿陪我走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谢谢这双手为家人炒过上万顿饭菜，现在他们累了，零件磨损了。这不是悲剧，这是一场漫长服役之后的光荣退场。该吃药吃药，该看医生看医生，但你心底深处已经放下了我要永远住在这里的执念。你变成了一个即将退房的旅客，把钥匙轻轻放在柜台，转身走向下一程。讲到这里，4根绳子都断了。为了让大家能真正把佛法落实在生活里，我为你准备了3个今天就能开始的微小行动。第一个行动，睡前3分钟的关心扫描。今晚躺在床上的时候，闭上眼睛，
从头到脚感受一下自己的身体，哪里紧绷，就在心里对它说一声谢谢，辛苦了，然后放松它，什么都不要想，只专注于呼吸。第二个行动，喝一杯水的正念练习。明天早晨喝第一杯水的时候，不要看手机，不要想待会要买什么菜，花30秒感受水流过喉咙的温度。这30秒，你就是完全自由的，没有任何烦恼能抓住你。第三个行动，90秒的情绪刹车。下次当你感觉到怒火或委屈上涌时，在心里默数90秒，不指责别人，不批判自己，只看着那团火，你会发现它真的会自己熄灭。当这4根绳子全断的那一刻，你会去哪里呢？你哪里都不用去，你还是每天买菜煮饭，还是每天去公园散步晒太阳，还是每天跟先生太太拌2句嘴，然后又和好。但你的内在已经完全不同了，你还在人间，但人间的泥沼已经粘不住你了。你就像是一朵莲花，根虽然扎在淤泥里，但花开在水面上，干干净净，清清爽爽。这就是佛陀没有用嘴明说，却用一辈子的行动演示给你看的终极天机。出口从来不在死后，出口就在你活着的每一天里。每一次你选择看着火而不是发脾气，你就离出口近了一步。每一次你选择放手而不是绑架，你就离出口近了一步。每一次你选择做自己而不是演角色，你就离出口近了一步。每一次你选择感恩而不是恐惧，你又离出口近了一步，一步又一步，再一步，直到有一天，你或许会在一个最平凡的瞬间，也许是在阳台上浇花的时候，也许是在厨房里洗碗的时候，也许是在黄昏的街头散步，抬头看到一片金色晚霞的时候，你忽然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轻轻地松开了。没有雷鸣，没有闪电，没有天花乱坠的神迹，只是一种极其安静的通透感。就像冬天早晨打开窗户，一股清冷的空气灌进来，把整个房间积攒了几十年的闷气一扫空。那一刻，你就是那个不再回来的人，不是因为你离开了人间，而是因为人间的一切欢喜、悲伤、得到、失去，再也无法在你心底刻下一道需要来世偿还的痕迹。你真的自由了，所有的相遇都不是偶然。今天你能耐心看到这里40分钟的影片，1分钟都没跳过，这本身就说明你内心深处那颗沉睡了很久的种子已经在破土了。六祖慧能说过一句话，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真正的修行不需要世外桃源，它藏在你切菜时手起刀落的专注里，藏在你对家人小脾气的一次宽容里，藏在你目送儿女远行时那个不追赶的拥抱里，也藏在你对着镜子里的白发微微一笑的坦然里。你不需要成为佛陀，你不需要成为任何人，你只需要成为那个终于愿意停下来，低头看看自己心里那团火的人。我们每一个正在经历风霜的中年人、老年人，都拥有圆满的觉性，区别只在于，觉醒的人已经擦去了镜子上的灰尘，而我们还在擦拭的路上。但还在路上，这4个字本身就是最大的希望，因为只要你还在走，你就没有输。如果今天这支影片在你心底的某个角落激起了一点点涟漪，哪怕只有一点点，请在留言区为自己、为家人写下4个字：我愿觉醒，或者留下一句简单的祈福与善言。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场磁场的共振。当我们几千、几万人都在这里留下善意，
我们就能汇聚成一股强大的正能量，为彼此照亮前方的路。这也是你对自己内心那个沉睡了大半辈子的真正的自己发出的第一声呼唤。愿你在往后的每一个平凡日子里，如莲花出淤泥而不染，在柴米油盐里安住一颗清凉无碍的菩提心。这里是青灯古佛畔，感恩你的停留与耐心。我们在觉醒的路上，彼此为灯。愿你余生自在，心无非爱，光明长驻。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分享为你带来了一份平静与力量，欢迎轻轻点下关注。这里是一个能让心静下来的小天地，期待我们能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继续一起修心同行。我们下期再见。